自皇后离宫，种种下雨之象频频出现，足以证明皇后不在，风雨便来呀！皇后驾到！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。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既已在此，看皇后登坛，是否如淮南王所言，天不降雨？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，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。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请走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皇后，请走吧。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。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惑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还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。你们闭嘴！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天地大好，一下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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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抱抱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这雨下的及时，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
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呀，喜娘，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危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义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，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有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白敏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，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，应该归于易叔叔。易涵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蚁异动，风云变化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，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遇上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涵，答话！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庭。你有何罪孽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年少气盛，自恃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
与师兄斗法险计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奕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奕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、不露之慧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奕寒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。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奕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奕叔叔。哦，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宜得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。适逢陛下驾临侯府，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奕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奕寒不只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奕寒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奕寒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他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奕寒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奕寒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奕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，背负恶名，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奕寒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奕寒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奕寒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，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，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，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福地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。除了交方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，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领旨。
谢陛下宽仁体谅。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叶寒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一寒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，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单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驾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一寒代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立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右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？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，此班纠同帐，以示老者。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
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此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畏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请说。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，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，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，是来自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，果是前缘呐。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时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哎，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宏没齿难忘。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留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威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，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
说什么他也会相信。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萧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死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，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，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情况堪忧。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静待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名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，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哎，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一件也舍不得，那一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呀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了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这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
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，朕想先与家人唱句。卫青，臣在。边疆隐患暂除，属你功劳最大。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，朕就在他们面前封你为长平侯。谢陛下圣恩，臣必当竭力尽忠，报效陛下。好。魏将军真是双喜，孩子也刚出生，取了名字吗？回皇太后还未取名。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，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。谢陛下圣恩。你看，抗字可好？志抗直，好勇正直。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。还取抗的相配之意，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。抗字两个意思都好，孩子就叫魏抗。你们没有异议吧？魏抗很好，谢陛下赐名。谢陛下恩典。启禀陛下，汝阴侯求见。传。诺。汝阴侯夏侯颇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国宴时辰未到。汝阴侯，好早。臣因知陛下有家具，特意提前到来，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。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，又一次为国取胜，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。陛下，汝阴地虽小，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，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，做粮饷之用。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，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，真是难得。他日汉军在劫，朕必论你一功。夏侯颇不为功勋，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，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，名叫桑衣。这桑衣以仁德闻名，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，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。儿臣也听母后提过，但这人不求功名，宁愿隐退田园，修身养性。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出山相教。臣已说服这位贤士，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，此来公主就可安心，务须再为小君侯忧心，而奔走于长安、平阳两地，心疲力竭。这可真是厚礼啊！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！皇太后，夏侯颇斗胆问一问，如果以此作为聘礼，未知是否不够诚意？臣仰慕公主多时，愿一生相互相随。求皇太后恩准，求陛下成全，为臣赐婚。汝阴侯既心系朝廷，又肯为公主分忧，此事朕并无异议。可朕虽为一国之君，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。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
请陛下成全。准奏。姐姐，何事找我？弟弟坐吧。姐姐叫你过来，一起尝尝易叔叔做的烤肉。明天易叔叔就会驾着载善之鱼南下，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回长安。我还记得当年我被诬陷杀人，囚于掖庭，公主好像就是想以易叔叔这烤肉讨皇太后欢心，为我解困吧。公主为维护我们姐弟，多次无辜受牵连，也在所不辞。今日公主就要离开长安，远嫁汝阴了。嫁得这么好，我们该替她开心啊！公主出嫁，弟弟心有不舍，是吗？不，怎么会？我是衷心的为她找到好归宿而高兴。汝阴后出身世家，丰衣富饶，饱学识广，与公主可堪匹配。皇太后过去的思虑果然恰当。皇太后，她有问过你与公主的事情？那时盛传我与公主的谣言，皇太后曾召我入宫，陈以厉害。如今看来一切都值得，不然公主肯定会被人诬陷扶持亲党，把持外朝内宫，意图叵测。姐姐你这皇后也会受人非议。难为弟弟了，只是弟弟真能放下吗？当日确实放不下，但如今都释然了。不过公主性情刚烈，若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会对皇太后心生怨怼。弟弟放心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姐姐断不说半句。君后当年将公主和小君后托付于我，现在不但公主幸福，小君后也觅得良师。如今我也能够安心了。弟弟心中只有他人的托付，你自己呢？姐姐最想知道的是，你现在也幸福吗？姐姐放心，我和嘉儿过得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只盼公主也能和我们一样，与夫君互相扶持，甘苦与共，喜乐同场。那下贱马奴也想斗过我，看如今是谁取得美人归了？那小人也功成身退了。若有人知当日是我要你造谣，说那马奴与公主配成一对，意在窃国。小的怎敢说出去？若你多话，闹出大事，之前的赏赐本侯定会收回。
再行严惩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去吧。哎，是。公主累了吗？停车稍息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你朋友酒后。没想到今后朋友这么多，我们婚后赴了不少宴会。你累不累啊？凡是见过公主的朋友，都称赞公主华贵不凡，所以大家争相邀宴，希望一睹公主的风采。既然君侯喜欢，我作为妻子的，一定陪你赴宴。不过公主放心，今日之宴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来，素问公子舒雅高贵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公主天姿绝色，如云侯真是好福气啊！说的没错。公主的气度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汝阴名妓，要学也学不了啊！就是，堂堂大汉公主，怎是这些庸脂俗粉能比的？所以小民今日特意准备了汝阴特产的醇酒美食，以配上公主的尊贵呀！感谢陈公子。哎，我的心意怎比得上君侯为公主准备的惊喜呀？是啊，太贤，带进来吧。嘿，这小马！君侯知道公主爱马，为讨公主欢心，特将此马献给公主。哎呀，这可爱的东西！是啊。君侯难道不知道，天用墨如龙，地用墨如马吗？地上的马就仿若变相之龙，而战马更是为我大汉浴血沙场、保家卫国的功臣，岂可当作玩物？还有这些弓箭，全部都是杀敌利器，素来是制胜关键，岂能拿来玩乐，视为儿戏？这汝阴的酒席宴会向来只谈风月，一时失了大体，公主恕罪啊！我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先走了。公主，何不再坐一会儿？等喝完这熏酒，我陪你回去。不必了，饮酒作乐非我所好，我还是不坏诸位雅兴。先走了，那就回去休息吧。来，我们继续喝酒啊！来，添酒，来喝。请公主息怒。你这是闹什么？我要回宫。你摆什么公主架子？方才你当众让我尴尬难堪，我都忍了。现在你竟然说走就走，你当我这汝阴侯府是什么地方？你是公主，我也是侯爵。你是侯爵又如何？别在我面前摆威风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平时顾全你是公主，凡事迁就忍让。今日好友难得共聚，你却让我如此难堪。若是以前，我又何止是喝酒？原来你一直表现的高雅贤德，其实你和那帮狐朋狗友一样。是，我就是这样。谁叫我生来就是个侯爵，只懂饮酒作乐。我又不是马奴，我既不用做杂役，也不需要每天跟马打交道，更不用拿战弓骑战马出去打仗，还真没有卫青那些本领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好意送马给你，若不是因为我把它扮成战马，让你想起卫青，想必你也不会这么生气吧？
难道你也信那些谣言，认为我与卫青两个人有私情？如果没有私情，公主怎会亲自挑选马雕？怎会亲自送到她府上，当众送赠，表达爱意？你不知羞耻！你别把我当作草屎，任你颐指气使。你竟然敢伤本公主！难道你就不怕我上告皇上与皇太后，说你伤害本公主？到时候你连着侯爵都难保。只怕事情传出去，你这个公主的面子更难保。爵侯是否与公主同行？去哪儿？宫里派了人来说，皇太后早前染上了风寒，一直拖着不好，现在更是每况愈下，所以特召公主回宫。好了，不需多言。车备好了没有？备好了。叫人来拿行状。诺。公主，闲杂人等不必跟来。草木再茂，也有凋零萎落的一日啊。早晚天凉，母后不如早些回宫吧。哀家身子越来越差，怕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这风景了。就让哀家多看一会儿吧。母后凤体金安，病会好起来的，何必说丧气话呢？哀家是说实话，哀家的身子自己清楚，气息越来越急促，吸口气，胸口都会发疼。从前与哀家一起入宫的华姬，走之前就是如此。母后，没关系，儿媳孝顺，又有儿女疼惜，哀家已不枉此生了。只是哀家有一事放不下，这事需要你帮忙。母后请吩咐，臣妾一定做到。子夫啊，哀家知道你温婉贤淑，对我这个母后更是体贴孝顺。臣妾只是尽儿媳的本分，只怕侍奉不周。平阳不在身边，你照顾哀家的起居，在意哀家的喜怒，犹如亲生女儿啊！你可知道，哀家也视你为亲生女儿。作为母亲，这事难以开口啊。母后，但说无妨。彻儿，他只有一个皇子，不够啊。为了大汉根基稳固，汉室定要开枝散叶。你生巨儿的时候坏了身子，再怀孕较难了。可彻儿，他眼里只有你呀。你身为后宫之首，延绵后嗣，是责无旁贷呀。母后，臣妾从来没有专宠之心，请母后放心，臣妾定会帮皇上安排采选，保大汉后嗣昌盛。你果然贤淑豁达。想起曾经对你的误解，如今又要把你夫君推向他人，母后的心里也是不安呐。母后，别这么说。现在想起，平阳与你好像不比从前了。也不知道
是否因为哀家阻止了他心中所属的那一段姻缘？母后，臣妾与公主相安无事，请你放心吧。即使有什么误会，也都能化解。哀家也是为了他的名声啊。她现在嫁了一个世袭侯爵，风雅又有才，爱他又疼惜他，也应该把怨气都放下了吧。母后，母后，皇太后，快宣太医令！皇太后，怎么样？说呀！皇太后她恐怕……巧巧，快去禀告皇上。诺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是平阳来了吗？母后，母后，儿臣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母后觉得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刚梦见你在如茵，过得不好。女儿啊，母后刚梦见你被人欺负，还梦见你回不来了。幸好只是梦，你还是赶回来见母后了。女儿别哭啊！儿臣记挂母后，喜极而泣。让母后看看，你千金之躯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小小瘀伤，没事的。我和夫君去泛舟观潮，水涨浪高，我不小心撞伤了，夫君亲自为我敷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骗母后！如茵现在正闹旱灾，哪来的水泛舟观潮啊？母后，我没有骗你。母后，子夫他一直注意如茵的情况，阴晴水旱，他都告诉母后了。你骗母后，难道你真受欺负了吗？没有，母后，我没有被欺負，没有。叫他进来，母后，叫他进来。母后，母后，你别这样啊！母后，难道他没跟你回来？母后。母后，母后，女儿啊，你新婚不久，母后就病倒了，你长途回京，她竟让你一个人回来。母后，母后，你别动气，你别动气，小心身子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我没事的，我没事。母后，你别生气。这么多年了，
这么多年，你都在母后的身边，想不到母后余下的日子没有你，而你竟是在如阴受苦啊，女儿！我没有受苦，我没有受苦，是母后不好，母后不该把你嫁到那么远啊！母后不该呀，女儿！母后不好啊！母后，你别这样，母后，你别生气。你别动心。谭一亮，谭一亮，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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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谭一亮，快！母后她怎么样？皇太后，回皇后，公主，皇太后她已崩逝。母后怎么会崩逝？她刚才还好端端地和我说话，还有精神。不会的，你再胡说，我杀了你！公主，快来，快来救醒他！你快来救醒他！快来，公主！公主，母后，你醒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不走了，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母后，你听我说，你别担心我，我过得很好，我过得很好。母后，公主，请节哀，母后已经崩逝了。你走开！皇后，皇后，你别对我猫哭老鼠。我远嫁他方，不能侍奉母后，让母后担忧我，恨恨而逝。我种种不幸，一切痛苦，都拜你为子父所赐。参见陛下。记得吗？是平夜。犹记当初，朕登基不久，母后也刚迁到这长秋殿，姐姐送来凝神延寿的仙株香草，朕就在庭院种下平树。公主心细，而陛下虽是一国之君，也愿亲重平树，孝亲情切。母后有子女如此，是可含笑泉下，还请陛下宽怀。你不知道，姐姐总说种果树好，可朕却偏要种这平树。也不细想，
一棵苹树要20-30年才能结果，最后朕连一颗苹果也不能孝敬母后，急得我初登大同。母后为了朕，总是察言观色，在祖母与姑母之间好言讨情，备受嫌弃。朕总想着，等到独掌大权，逍遥无虞之时，能与她相聚在这苹树下。陛下，别再自责了。怎能不自责？生前不能多陪伴，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她最关切记挂的人，朕却又照顾不周。陛下是指公主？姐姐之前独自回京，朕便觉事有蹊跷。如今汝阴侯前来奔丧，夫妻二人貌合神离，同在长安，却一个住在平阳侯府邸，一个居于汝阴侯府邸。可见他们夫妻不睦。难道当初这婚事，朕赐错了？陛下，新婚夫妻需时疏导，才能情意相通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已经劳神，这些家事，不如让臣妾代劳吧。朕自愧对母亲、对姐姐不够细心，对种评述之事一意孤行，对姐姐之婚事不曾细问。陛下心细如尘才对。当年坚持种着评树，不正是体贴母后肺虚气弱，兼有喘咳之疾吗？这评树啊，清爽养气，对肺虚者甚有疗效。叶泛亮黄，看之令人如沐朝阳中，舒怀心暖。这些年来，母后总爱在这树下乘凉。尽享陛下心意。真是知朕者，莫若子夫。如能吃到苹果，固然甜在口中，但母后每每在评树下休憩，想到陛下细心之处，早已甜在心中了。此树千年茂盛，代代相传，意义深远。臣妾还记得，母后让臣妾多给卫长他们讲故事。来日，臣妾就将陛下种树的故事告诉他们，让子孙们都能知义行孝。子夫。国丧当前，外敌言而无信，再来扰边，而各地的诸侯王又纷纷要求来京致祭，是真的一片孝心，还是乘此内忧外患之机，借机另有图谋？陛下，卫青愿再上沙场，击退扰边外敌。至于各诸侯，臣会派人监视，以礼奔丧犹可。若有暗携兵马，必截击扑杀。请陛下安心，为皇太后执葬祭之礼，尽孝子之情。有你二人护卫左右，朕本应心安了。然而，朕知道有人图谋不轨，却难知其动向，实如芒刺在背。请陛下以龙体为重。刘安虽不得踏入长安，但朝廷百官、封疆诸王有多少与他勾结？尤其是他那个亲弟弟衡山王刘赐。若他们兄弟二人同心，江淮一带不就落到他们掌控之中？陛下，臣请旨赴淮南。去淮南，有何作为？你是想借寻父亲之名，访淮南王宫，趁机假意巴结，博取刘安信任，暗探淮南民间虚实。此策虽好，但刘安面慈心险，臣定会万事小心。朕已失慈母，不能再失贤臣之计。
臣谢陛下抬举，定会事事谨慎。臣必定会将淮南情况尽告陛下。段兄弟何不早来信，让寡人及早安排住处舟车？段宏不敢劳烦大王，实在是知道家父消息后，心中牵念不断。近来更是时常梦到父亲，觉得父亲行踪可能已有眉目，故请告前来。不知大王是否有家父消息？只怕让段兄弟白走一趟啊！我虽找人全力寻访，可惜仍未有佳音呐。难道真如相公所言，今年诸事不顺？段兄弟还有何事烦心？何不一吐为快？我素性耿直，先前在殿上顶撞皇上后，便遭冷落；而那卫青从前兄弟相称，如今位高权重，便日益嚣张。若不是为救寡人，你也不会失了皇上的宠信。是我连累段兄弟啊！来，大王切勿自责。皇上专宠魏皇后，那卫青自恃是外戚，不把昔日情谊放在心上。实不相瞒，皇上老谋深算，怕大王趁国丧兴兵，已在入京沿途埋下伏兵。大王安守本分，宽宏大量，皇上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皇上对寡人何以猜忌至此？自从皇太后驾崩，寡人吃的是素宴，听的是清音，我怎可能趁国丧兴兵啊？大王，请当段宏酒后胡言，莫放在心上。段兄弟难得到此，不如多留几日。寡人虽无丰盛的宴席歌舞，倒是有素宴清音，可以让段兄弟舒舒胸怀呀。大王盛情，段宏不敢相拒，也好趁此机会寻找家父的下落。段兄弟，你放心，寡人一定鼎力相助。这庭院早前开了一朵并蒂芍药，本来想邀公主与君侯来赏花散心，不料公主一直在病中。公主丧母之痛犹在，望皇后恕罪。花开并蒂是难得景象，臣与公主也遗憾未能观赏。景象确实难得，但其中情致更可贵。是，这同心、同根、同生、同福之意，的确令人向往。倘若夫妻之间也能如那花一般，便能和睦珍享，其乐融融。想必皇上和皇后便是如此。可本宫更希望天下夫妻都是如此。本宫听闻，公主回长安之后，一直未与君侯同住，只独居于平阳侯府，可有此事？公主为皇太后病逝而忧伤，欲独处自宽。臣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，便顺了她的意思。你们还是新婚，分各两处，不会挂念吗？公主亲睹母后病逝，忧伤交煎，正需要怜惜抚慰。臣有怜惜之心，可是夫妻同心，君侯理应担起为公主分忧解伤之责。君侯若能解公主愁烦，
就不枉皇上对你的信任，将亲姐终身托付于你了。是臣疏忽了，毕竟是新婚，需时调和。臣会前去平阳侯府慰问，待公主情绪平复，再接她回府邸。这就好。花虽并蒂，却始终各占一面，各有经历。公主自小长于宫中，备受皇太后与皇上的呵护迁就，又独立果断。若有言语行事触犯到君后，还望君后多包容谅解。皇后言之有理。臣认为，既是同根同心，又怎会有嫌隙？即或有，臣亦不该计较。臣定会与公主好好相处，笑纳鸳鸯闭目。小弟一发现有异病，就将飞鸾分割开了。为什么会染病呢？小人知罪，幸好他现在已无大碍。飞鸾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如今母后崩逝，我又错嫁夫君。若连你也有什么差错，我就连这世上唯一的相知都失去了。往后的日子，酸甜苦辣，我向谁倾诉？我远嫁汝阴，不能把你带走，你我都孤苦伶仃了。但是即便苦，我们也要自强，不要让亲者痛，仇者快，知道吗？你来看飞鸾啊？皇太后先逝，死者已矣，请公主节哀。其实宫里宫外疼惜公主的人很多，你并不孤单。听说你又要出征了。公主也保重。见过君后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小人告退。我想见公主一面，平阳侯府不见你，便来这马场，希望能见到你。怎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。君侯何出此言？你与旧日仆役在此相聚叙旧，我突然出现，是不是坏了你的喜悦之情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与卫青相约在此，我们只是在此巧遇，难道你认为是我邀他来的？不错，我正是如此认为。我这个夫君深悔先前在如阴的时候言行莽撞，一直忖度如何与你修好，我真是枉费心思。你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的和这个马奴私会。这个马场属我平阳侯府，而且是为汉室饲养战马的地方。这里出了疫病，于公于私，我前来查看，有何不当？卫青乃大汉将军，关心战马情况，更该来此料理。我们光明磊落，哪里有你这种小心眼？看的全是肮脏。世上是否真有这么多巧合？你与他是否真的光明磊落，还是有不可告人之事？事实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只相信我的双眼。我本前来为你解忧，安慰你丧偶之痛，却亲眼看见
你自己的妻子在难过之时，最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夫君，竟然是一个马奴！我视你如珍宝，事事以你为尊，你竟然视我如无物。看来皇后说的对，你自小受人呵护，被人迁就，根本就是娇生惯养。你独立果断，根本就是任意妄为。我对你的心从此化作尘泥算了。哼！皇上驾到！菊儿怎么样了？据太医令说是伤寒入肠，所以才发热不退。陛下，是臣妾不好，菊儿病发之初没有好好照顾，如今菊儿定得上天眷顾，逃过此劫。你先别自责了。可太医令说退了热，病情才有转机，否则……你几日没睡好了，先去休息吧。菊儿，由朕来照顾。臣妾不累，臣妾必定要看着孩子退热了，臣妾才能安心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你用膳后就回去休息吧。国事繁重，明日还要早朝呢。不，朕只有这一个儿子，现在病危之时，朕哪能说走就走？朕已经命人将奏章搬到这里批阅，与你一起，亲自看着孩子退热了，病情缓了，才能安心。有夫君若此，子服夫复何求？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。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。你的笑脸比四野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气息，熟悉我的回忆。做得好！你这次淮南之行，牵制了刘安，让他不敢乘时兴乱，皇太后的丧事能顺利办好，而卫青也能专心出征。这是臣分内之事，愧受陛下夸赞。今次深入淮南，可有为朕带来好消息？
确有好消息。陛下顾虑刘安与齐弟衡山王联合共事，原来二人关系生疏。衡山王更害怕刘安将其吞并，而开始结交宾客，以抗衡刘安。如此甚好。他们兄弟若自相残杀，我们不单免了后顾之忧，更能换取时日养精蓄锐，查出刘安的党羽，将其一网打尽。臣一回京便听闻皇子病重，现在如何了？折腾了几日，如今已经痊愈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。孩子偶有病痛，平常不过，一个个却小题大做，催促朕裁选。朕才不会听他们的唠叨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皇后求见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回来了，快请起。谢皇后。陛下。是菊儿有事吗？没事，睡得正甜呢。那你还过来飞长殿，应该好好休息。这几日你消瘦了。臣妾有要事，请奏陛下。哦，什么事？菊儿这一病，让臣妾深深体会到，我大汉子嗣必须绵延昌盛，所以，请陛下接纳裁选。陛下。是菊儿有事吗？没事，睡得正甜呢。那你还过来飞长殿，应该好好休息。这几日你消瘦了。臣妾有要事，请奏陛下。哦，什么事？菊儿这一病，让臣妾深深体会到，我大汉子嗣必须绵延昌盛，所以，请陛下接纳裁选。你怎么和那些大臣一样？那日晚上，陛下说，就这么一个皇子，不能不亲自看顾，才让臣妾豁然醒悟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知道，正如方才陛下所说，众臣也正有此意。这不单是陛下家事，也是朝中政事，因此关乎汉室安稳，还请陛下三思。政事繁重，朕根本无心后宫月乐。何况有妻如你，朕已满足，不欲他求，又何须裁选？皇后，可否先听臣一言？段大哥，请说。皇上不愿裁选，多少是顾及皇后的感受。皇后还是领了皇上这份情谊吧。你看，连段宏也明白朕的。陛下，臣妾承蒙陛下厚爱，但难以再为陛下添皇子，愧对宗室。陛下一再维护臣妾，只会引起群臣中的非议。非议？后宫佳丽嫔妃众多，谁能料定朕之后就再无皇子？陛下，作为国君，有责任安定民心。臣妾虽身在后宫，可天下之事并非全无所知。各路诸侯，陛下的兄弟叔伯各居封地，拥兵自重。立汉以来，诸侯作乱屡见不鲜。若汉室后嗣单薄，陛下只要龙体稍见违和，这些不轨之徒以为有机可乘，就会兴兵作乱，那就是一次生灵涂炭呐。汉室服丧期间，身为郎中令的段大哥，竟然不在长安，各种原因，子夫不便细问。但子夫所言，相信段大哥也深有领会。求陛下，让臣妾完成皇太后遗愿，让臣妾与陛下一起尽孝。下令裁选。裁选是皇太后遗愿。是。臣妾并无虚言，只是当时陛下刚历丧母之痛，臣妾不便言告。如今只求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纳裁选之意，让汉室开枝散叶，以显孝道。望陛下亲书裁选圣谕，
平树下，陛下不是也难过？未能够为母后做些什么吗？好了，朕明白了。窦红，你既然在此，今日就替朕做个见证。他日吉时，这后宫嫔妃再多，朕也必不负皇后。有朕一天，子父定长居后位。臣遵旨。姐姐，听说这次很多采选的人都去卜思问卦，我们也去算算吧，看看这次采选可有机遇。算什么算啊？都是蒙骗那些姿色才情不够，又一心向上攀的无知女子。我哪用得着这些啊？姐姐你当然没问题，可我……傻妹妹，问卜不用钱呐，要花费也花费在衣物上。也好在采选时风光些。天机神算，百金无伤，下言若解，一切皆免。能解他出的题，就免了100斤的酬金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试试，看他怎么个天机神算法。走。夏虫履冰，无以论道。姐姐，这夏天的虫，怎么可能见过冰雪呢？与夏虫谈论冰雪，荒谬至极。当然要以更荒谬的来对喽。冬天不是养蚕的好季节，如何会破茧呢？所以是夏虫履冰，无以论道。冬蚕破茧，可堪笑傲。这位姑娘，答对了，100斤可免，但只算1人。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才貌出类拔萃，自能金贵出众，紫气盈门。我以为有多高明呢，这些老套说辞我也会说。想我王桑自小便受乡亲们夸奖，才貌过人。歌舞琴棋更是无师自通。这次皇宫采选，从乡到县再到郡里，层层选拔，我都是头筹。妹妹只是陪我来采选也入选了，你说我又何愁紫气不会盈门呢？姑娘莫急，听我继续。一入皇城，必有奇遇。不过，这奇遇并非是好事。什么并非好事啊？你就是看我不服，诅咒我是吧？你这个补人也真没气度啊！我说，怎么倒在路上，撞疼本姑娘了，还不快向本姑娘道歉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你自己没长眼睛，你还怪别人？该道歉的是你吧？裴要钱，哼，原来是个敲诈乞讨的。走，给我站住！你别出口伤人，什么乞讨的？我们可是有良家子资格，要选进宫见皇上的。姐姐，我没事的，是我不小心，你别动气。走，不赔钱不道歉，你休想走！姐姐，峰回路转，另开奇花。先生在说什么？气喘娇声，眼含秋水，楚楚可怜，有如弱柳扶风。如此行止，天下豪杰岂能不怜不惜，可造之才。你与姐姐此番入宫，我可以赠你一言。可是先生，我没有100斤啊。等你入宫之后，再谢我不迟。你听着，事事公让，楚楚怜滋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
平身吧。谢皇后。启禀皇后，采选经过重重筛选，已甄选出9名相貌出众、德行恭谨的良家子，请皇后观看众位才艺，做最后定夺。诸位就各抒所长吧。扶进内殿，宣御医诊治。诺。诺。启禀皇后，我妹妹生来体弱，经常晕倒，请皇后不必为她担心。妹妹阻碍皇后甄选，民女代为赔罪。民女的舞蹈还有更精彩处，希望可以继续献舞。喝了热汤，觉得好点了吗？免礼。御医方才说你气血有损而昏厥，需要医量用膳，稍加补肾。可是，你为何如此虚弱？回皇后，民女王燕，来自洛阳穷乡，自小贫寒，难得皇上采选不论贫富，民女和姐姐才有机会选拔。你姐姐？民女的姐姐王桑，刚才她是不是跳得很好？可你们既是一家人，衣食住行应该同等共享，何以她神采飞扬，矫健灵巧，你却弱不禁风，气若游丝？姐姐自小就才貌双全，她什么都一看就懂，比起我愚笨胆小强多了。这次采选，父亲和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。我也希望她能入选，但我没什么能帮她，只能把自己的膳食多分些给姐姐，让她有力气，能自在跳舞。为了让她入选，你就饿坏自己？只要姐姐能入选，我们一家人就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弟弟也可以求学修业了。你为了家人牺牲这么多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怎么会委屈呢？能进京入皇宫，见到皇后的仪容风采，民女已经很有福分了。若姐姐能顺利入选，更是圆了家人最大的心愿。皇后，刚才民女是不是在姐姐跳得最精彩的时候打断了？求皇后不要因为我的失礼而断了姐姐的机会，求皇后再看姐姐跳一次舞吧。你放心吧，所有良家子都有表现的机会。经皇后亲见，以下良家子才德品貌俱佳，即日进宫为佳人子，于掖庭学习宫廷礼仪。江柔、薛妹、王燕、以及杨素芳，诸家人子上前谢恩。谢皇后。
诸位妹妹，快起来吧。诸位能入宫候选的良家子，皆才艺出众，但能引脱而出者，仗的不单是才艺，还要论善德品行。你们当中，有人可以为家人而受饥忍苦，也有人为了得胜而忘亲。如何取舍，本宫自有计较。愿意舍己为人，不论得失，不贪图自身利益的人，入宫之后，才能与后宫姐妹互爱共处，为天下做典范，也为汉室养育体恤百姓的子孙。愿诸位殷勤事君，和睦互爱，为我大汉绵延子嗣，天福天喜。谨遵皇后教诲。未能入选者也不必难过，当中缘由各有不同，有错则改，无错也该明白时事不由人，以后安守本分就好。家人子进宫，落选者即日离宫。奴婢告退。奴婢告退。子夫真是心细，知道朕近日喉咙不适，特为朕准备这润肺止咳的果品。陛下日日移驾交房殿，臣妾才可以表心意。可换是新进宫的家人子们，连陛下的咳声也未听过呢。昨日答应10亿来查看他的功课，朕怎能对自己的女儿失信呢？陛下想看的功课在此。好，让朕看看10亿的字可有长进。是责碑，看来这是你给朕的功课吧？必责之碑，有仆与和，有美一人，商如之何？责碑这篇诗，多像那些新入宫妹妹们的心声，她们日夜等待的，就是陛下。天下男子想谋夺朕的江山，天下女子想拥有朕的心，唯独子夫，朕心向你，你却将朕往外推。作为女子，子夫当然希望与夫君互相扶持，朴实绵长，男耕女织，同饮共食，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你我以外，就别无旁支。但我的夫君是帝皇，我是皇后，臣妾既分享夫君的尊荣，自当承担夫君的责任，绝不能为一己之欲而不顾汉室江山的太平昌盛。子夫啊，何况臣妾也是将心比心。当年陛下为政事远走民间，我独在掖庭苦候，秋风冬雪。那思君叛君的愁滋味，如今仍历历在目。那些妹妹们此时的心境，臣妾甚是感同身受。你只记得思君叛君之苦，可朕却记得你寿诬陷被毒害，多少次命悬一线。你不惧旧事重提，朕却怕旧事重演。这后宫啊，人多了，事也多了，那些家人子偶获宠幸，便心生骄纵，再惹来酸风度雨，到时不知你又会吞下多少委屈。不会的，昔不如今。如今臣妾是皇后了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臣妾选的家人子都纯良心善，风姿绰约，真是德容兼备。就像那王姬，还有……好，好，好。朕依你就是了。
开奇花，你与姐姐此番入宫，我可赠你一言。你听着，事事公让，处处廉资。所谓的事事公让，就是要你在采选这段日子，事事以姐姐为先，衣食住行，能给她的，都让给她。就像明明饿了，也要把食物让给姐姐吃。当你一无所有之时，便是你获得所有之日。那楚楚可怜呢？一旦见到皇上，你必展示出自己娇弱楚楚之态，要有眼泪笼住地心。先生，你是要我假装？我假装不来的，我这个人笨。不会就弄痛自己，就像你方才受伤般，痛得眼泪汪汪就好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怎么哭了？奴婢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陛下的恩宠，又惊又喜，忍不住就流泪了。这是我妹妹，还有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袁叔，谢过二位厚礼。看来，你妹妹受皇上的恩宠甚隆了。以妹妹的平庸鲁钝，那也是多亏高人的指点。我早知道也向高人请教了，让我和妹妹一起。哎，莫无大事。命途际遇，性格使然，不可强求。若逆势而行，小心两败俱伤。以你这好胜好斗、嚣张外露的性情，必然招妒，后宫根本就不是你的立足之地。你保得住妹妹一直得宠，你王氏一族就能长久富贵。否则，明白了。那我以后就给妹妹当个信差，尽力协助她就好了。不知道高人这次又有什么妙计让我带回去给妹妹呢？对众人都恭让如昔，继续鲁钝怕事就好。放心，妹妹本性就如此的。那小女子就先走了。你要你的荣华富贵，我要的却是大汉皇室永无安宁之日。姐姐，参见。姐姐不要多礼。母后生计，姐姐独守于此，想必是思念母后。但逝者已矣，请姐姐节哀。姐姐，你心里若有什么郁结，
可与子夫畅所直言。我不敢。姐姐，若子夫曾经冒犯，请姐姐原谅。愿借水酒一杯，让子夫向姐姐道歉。这是我为母后准备的，请皇后恕罪。是子夫大意，还请姐姐见谅。皇后向来都细心周全，怎会大意？顶多虚情假意。姐姐，子夫确实真心希望姐姐好，但是我却因为皇后而难以安好。想当初我送你入宫，你被诬杀人，我宁愿得罪陈皇后与窦太主，我都要保护你。你中巫蛊病重，我宁与母后反目，都要带着3个小公主去见你。我待你，也算尽情尽意。公主大恩，子夫从不曾忘，只盼能尽力报答。报答？你如何报答？为你的好姐妹，为你自己可以顺利封后，为了不被指与我共揽朝廷后宫，而牺牲两情相悦的人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因此远嫁，不能侍候在母后身边，几乎不能够送终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夫妻一见嫌隙，你落井下石，挑拨我夫妻不和，这就是报答。子夫没有，难道汝阴侯？我这种娇生惯养、任意妄为的人，怎么配得上做皇后的至亲？如果转过头来钳制住你弟弟的话，岂不更麻烦？幸好汝阴侯这么一闹，让我得以知道皇后的这些心思。子夫全无此意，只是想调和姐姐和君侯，或是子夫当日词不达意，让汝阴侯误会。可子夫绝不曾诽谤公主，更没有逼魏卿。没有？那难道逼他放弃所爱的另有其人？你想说，是母后？子夫不想骗姐姐，但也不想违背诺言。请恕子夫不能直言。你真是聪明伶俐，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一个离世之人身上，这样就无从对证了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是欲愿上身，望姐姐能够释怀。你以怨报德，必定受到苍天的严惩。当你夫妻反目、至亲失和、孤寂一人时，我就能释怀了。这个好，哎，我要定了啊！你那客人出什么价钱？我出双倍，双倍我也不会让你。公子，他想要，还给我。这玉环在我手上，它就是我的，是吗？谁敢跟我抢？你叫它玉环？我告诉你，你抢在手上的这个叫玉舍，戴在手上，方便拉弓弦。你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简直贻笑大方！我跟你拼了！拼就凭你！男子汉大丈夫要拼就到沙场上和敌人去拼，保我大汉江山。为了这个玉舍，你跟我拼！别！不要打！贼孙，珍宝来了！你给我等着！王府绝对不是好惹的，我霍去病等着你。去病的剑术进步了。
陛下赐军。陛下别再夸他了，你看，他在你面前越来越爱炫耀。这不正好？朕就是要看看他能有多少花样。好剑法。臣参见陛下、皇后。免礼了。祛病，功夫又长进了。祛病只有勤学苦练，有朝一日才能追上师傅的师傅，段叔叔。你连你舅父都打不过，还要胜你段叔叔？那就待舅父凯旋归来，我先与他比上3个回合，然后赢了，再与段叔叔比剑。有志气，大汉多能人，且新人辈出，真是我汉室之福。陛下圣鉴，祛病的确是可造之才，小小年纪就跟着卫青学射箭，人还没有功高呢。他呀，就是试着自己天生神力，当年日夜练功，手指筋骨都差点拉断。这才叫凌云壮志，气魄非凡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王姬带其弟王福在配殿求见。来得正好。祛病，你与王福年纪相若，正好结为直交。我已与他结仇，我们交过手。交过手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切磋过身手了？也算不上是切磋，他根本就避不过我一招半式。你是说你打了他？姨母，我并非无端生事。早前我特意选了支玉社，欲待舅父凯旋做贺礼相赠，谁知那王福蛮横无理，竟抢我玉社。我只是对他略施小惩。他受伤了？他受伤也是活该。霍去病，他抢我玉社本就不该，还想出手伤人。我踢个玉璧去阻止他拿玉社，他就吓得自己绊倒自己，撞破了头。那他伤得严重吗？若与我平日习武练剑的损伤相比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死不了。那就是说，颇为严重了。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要和乐一家，你本该以家人相待，可你呢，却出手伤人。看来王福是拉着他姐姐来向陛下讨公道了。陛下，是臣妾管教无方，让霍去病在外鲁莽伤人，有失礼教，损及后宫和乐，请陛下降罪。姨母何罪之有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陛下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若要罚，王福强抢他人财物，罪同劫犯；而王姬同样是教体无方，罪在纵容。朕就看这公道，谁敢来向朕讨？参见陛下、皇后。奴婢带弟弟王福向陛下请罪。王姬，你弟弟所犯何罪？奴婢自小家境贫寒，如今承蒙陛下、皇后恩典，才有今日。怎知弟弟不知感恩，却得意忘形，为了自己能体面入宫，竟当众争抢玉器，招摇生事。是这样吗，王福？是，陛下。小人因为第一次面圣，怕在陛下面前失礼，招人取笑，所以，王福知错了，求陛下处罚。是奴婢对弟弟疏于管教，愧对陛下、皇后厚爱，辜负了皇后日夜提醒、和睦一家的心愿。奴婢愿与弟弟一同受罚，还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王姬谦逊大度，竟将弟弟押解殿上，诚心可见。去病虽说有理，但失于宽宏，错手伤人亦是不该。陛下若要罚王姬，臣妾意愿。皇后不用请罪了。霍去病，你姨母说你失于宽宏，你知错没有？去病知错了。那就好。王福与去病虽年轻气盛，却都已知错，还是孺子可教，将来都是我大汉可造之才。朕都恕免其罪。谢陛下恕罪。谢陛下。你们两个不打不相识，由今日起，就算是朋友了。去病，还不去给王福松绑？诺。
王姬，你深明大义，不恃宠生骄，不枉朕的疼爱。谢陛下。幸好弟弟入宫前，我先请教了你，才让弟弟免去了责罚。何止免责，我这一招足令你妹妹在皇上面前立了谦虚和仁德的好名声。宫里也有人说，妹妹仁德，不逊的皇后。你们要记住，在皇上面前，越谦卑，才能越得势。你来此处时，沿途应见长安城里百姓奔走相告，都为了那卫青打胜仗而高兴吧？卫青大胜，皇后得势。如今这局面就如同下棋，敌进我退，退2步，有时却等同进1大步。以退为进，那何时才能进？你妹妹已经进了1大步了。朕就喜欢你这楚楚动人的眼眸。朕更喜欢你谦让纯良的心。臣参见皇后。免礼了，段大哥。我刚刚接到书简快报，以为皇上在交房殿，所以前来禀告。真不巧，皇上已移驾飞长殿。段大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并非急报，一公一私，都是喜事，而且都与易大叔有关。易叔叔，这阵子晋阳一带雨季不雨，皇上本担心会再出现旱灾，可幸之前大旱时，易大叔曾经提过山泽通气的寻水之法。难道在晋阳一带可行？已经找到几个新的水源，正陆续寻找发掘。因为皇上为此事整日忧虑苦恼，又说回来找皇后解愁，所以我收到消息就赶来了。段大哥不必介怀，身为皇后，若后宫中有人能为皇上舒心解忧，那我也安然宽心了。皇后安然就好。那我说完公事就说私事。易大叔为皇上寄来了孩子们的谢礼，这一份是特别送给皇后的。易叔叔这段日子游走各郡，扶贫救孤，建造房屋，立蒙学，不知道有多少孤寡贫童受惠。皇后每次看到这些孩子的书画，都开心好几日呢。虽然稚嫩，但是每一笔每一画，皆用心为之，道尽心意。如果皇后知道这所学社是以魏大哥的名字命名，相信会更开心。以我大哥命名？易叔叔怎么会知道我大哥之名？是我告诉他的。我知道魏大哥一直自愧没有大作为，未能光耀一家以显父母。这所学社也算是让他留名于世吧。谢谢你，段大哥。近来后宫诸事繁忙，弟弟又在外征战，难免有些忧心忡忡。知道这学社，总算有点乐事。童真无邪，往往最能宽慰人心的。对，我也许久不知道童真是何滋味了。
这轻快琴音，让我想起了从前大家上山，边摘野果，边唱歌。今日见孩童书画，又知道大哥得以留名，儿时的种种又浮现出来了。希望段大哥也能早日与父亲团聚，成家立业，显父母之名。子夫以此曲相贺。